非常多謝這個轉到次就國際嘅節目現場，今日節目還有單元大家來關心嘅係新加坡呢，印度而家嘅新嘅時代哦，李顯龍、金賢高捧本、王順才，那未來呢對啊新加坡來講呢，那機會同呢片韓國有內調嘅條件對啊新呢個來講呢，因為搶到嘅係經濟太好國家發展研究所嘅劉曉平教授為大家來做解釋。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老師，新加坡的李顯龍5月15就是交棒了嘛，哈。我們大家蠻好奇，為什麼他會選在這個時候交棒？然後，這個交棒之後，還會像以前一樣，像李光耀交給這個吳作棟的時候，他其實實質影響力還在嗎？我想，第一個他已經說要交棒，說了很多年了。對。那，為什麼不等到明年選完再交棒？因為上一次已經拖了一次了，再等到明年選完的話，那新的總理的這個權威又顯現不出來。然後看現在這個情勢還好，因為上一次本來就有意願，就是說再交給王瑞杰等等。那後來很明顯的王瑞杰後來出了問題，然後就再換，又要又要再等一個慢慢培養起來。哦，那這樣子就一直等下去也不是辦法。哦，大概在這個時候把他交去，讓他這個在黃循財在這個下一次選舉之前能夠建立自己的威望，對他來講也不是壞事。哦，那至於您剛剛提到這個李光耀交給吳作棟，哦。那您可以發現，就是說他交給吳作棟的時候，其實一開始李光耀還拿着秘書長一陣子沒有拿掉，因為新加坡的制度是這樣，如果我拿掉你的黨籍，其實你的國會議員也不用做了，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你可以知道說他還繼續在擔任這個他還擔任這個資政。所以也就是說，所謂資政就是，雖然我在內閣內還有一些事情讓我好好的指點跟教導你這樣子，那這樣也讓他可以比較容易去培養說，即使在吳作棟下面，他還可以繼續去這個照顧某一些人或培養某一些人。當然，如果我們回到1990年代的時候，即使在吳作棟上任之後，新加坡在90年代的中期又創造了一個叫做這個總統制。哦，那學政治學都知道。這個內閣在這個在那個內閣的下面又做了一個總統制，是很特別的事情。那我們從這點就可以看出來說，交出權力的時候，其實很多時候還是對權力不放心。那這一次他把權力交出去，哦，看起來是說交給這個把這個總理交出去，可是你可以看到說他其實人還得留在內閣裡，所以跟他爸爸一樣啦。你想跟他爸爸一樣？我想可能還好一點啦。這個就是說，起碼他沒有動到其他大型的制度這樣子。是，老師，那我們可以說這個。就新加坡的李氏王朝結束了嗎？我是不會直接說王朝啦，但是我說李家的這個權力哈，應該還沒有完全消失。好，我們先不要說政治上他還在當資政，他並沒有完全退下來。我們可以知道說，李顯龍的夫人其實還是何金，其實還管着淡馬錫，啊，他是新加坡財政一個非常非常主要的一個控制者。所以說，在這個政治跟經濟方面，那很多事情還在他們的直接或間接的控制當中的話，我想他們的影響力跟權力，一段時間大致不會消失。那他們也說了嘛，這接下來他們會幫黃循財能夠贏過下次選舉。那其實如果你還需要我幫，那下一次在選舉完之後，哦，你是我幫上去的，那結構上又會是如何？所以說等於它還是有存在着一定的影響力，我想存在相當的影響力啊，可能也還會有一段時間。是。那我想說，那這樣子的話，其實等於是李家的這個勢力，李家的影響力在新加坡還是這樣蕩然回存啊。然後，民眾應該也不會說不習慣吧？就比如說現在已經交給一個完全跟李家完全沒有關係的人了。因為之前李顯龍在李光耀在交棒的時候，其實有一段這個適應期，民眾有一段適應期。但這一次呢？我想都會有適應期啦。這個從這個李顯龍下來，換到這個黃循財，這一定會有適應期。現在只是黃循財怎麼樣建立自己新的威望。是，因為他再怎麼講，雖然說他現在非常受民眾歡迎，但是我們也知道新加坡其實他的輿論啊，他的感受啊，其實很多是比較容易可以控制的。可是接下來的時間一長了，是不是還能夠繼續做下去？我想還有待觀察。那這個我想黃循財以他本身來講，一定因為新加坡他的這個領導人，他的其實都是經過總理慢慢培育起來的，差不多都是這個總理的秘書啊等等上來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說他們有一套非常傳承的這種公務員思想。那你能不能走出這裡，然後讓自己變成一個新的那個領導人？有那個 charisma， 有這個魅力，那我想是
接下来黄循财能不能长期执政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基础，这样子。刚才讲这个 charisma 跟魅力啊，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黄循财其实他是有战功的。他说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其实带领着整个新加坡抗疫，然后走出这个疫情，然后包括说，哎，他又人家说亲民啊，然后他常常使用抖音啦，然后跟这个民众有很多互动或者是对话，难道这不是他的魅力所在吗？我相信，就政治人物有赏味期，是，我想大家可以理解这一点。那我在你即使是在这个疫情期间你有战功，然后你现在很亲民，可是这个东西又能持续多久？也许下一件事情突然间来一个新的状况，那你就失去了那个吸引力。更何况原来的你的竞争者，像陈振声啊、王以康啊这些人都还在这个内阁里面，那他们是不是能够配合你要塑造你要的形象？我想还有待观察。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内阁，这个也是代表这个内阁成员，也代表着整个内阁给他形象。我们看到这次内阁其实它变动，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很大的调整。是，老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我想这刚好就凸显了说，黄循财可能对自己内阁的这个能力还有限，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因为租了非常离谱。用非常低价去租了这个豪宅的维文跟尚木根都还在里面，那你可以知道有争议人物，对，有争议的人物，而且这个在民间的争议非常强，甚至它有可能造成其他的影响。那还有之前原来已经公开宣称的这个接班人王瑞杰也还在里面。那或者是他其他这样相对的比较大概50岁上下的这些竞争者都还在旁边，我想他要完全建立自己的内阁，可能还要再经过一次选举，那而且要凸显出这是我的战功，这是我受到人民支持的证明，那所以说他才能到时候建立自己要的内阁。可是相对来讲，你觉得其他的内阁成员会不会希望你真正建立自己的战功？那这样可能就影响到我自己了。所以我们很多事还要再看下一次选举。是，所以你认为是下一次选举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的指标？选举之后，他如果确定这个他能够再拿到很大多数的席次，代表的他就可以建立的属于自己的内阁吗？你觉得？我想你讲的大多数席次，我们要看是多少。对，这几年。其实大概2011年，它是大概60到61左右，大概这个数字。最近一次，在最近2020又跌到60、61，那大概只有在2015，就是过去10几年，就2015，因为李光耀过世，他在选择在那个时候选举，那个时候跳得比较高，所以问题其实已经不是大多数了，问题是你还能保住60%，这还是第一点。第二个，新加坡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选举制度，叫做集选区制。好，你如果说这个像上次他又多丢，除了奥久尼之外，又多丢了一个集选区，你61%，或者是有一个选区只要就是只要多丢1个百分点，其实换掉了可能就差的不是只有1个议员、2个议员，可能4个、5个。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应该来说的是，他下一次不是要赢大多数，而是他能不能突破这个大概61%这个魔咒。所以说这个61已经变成是一个检视的门槛了。对，因为61是最低的啊，如果你掉到60或59，那接下来人家看的角度就不一样。像王瑞杰后来下来，其实也就是因为他在东海岸赢的不够多，只是勉强通过。那这样子就会被人家检视说啊，那你这个可能的新总理可能没有缺乏一些魅力等等，所以李选龙就没下来。然后他就非常遗憾的提出自己的这个辞职，然后我不做了这样子。是，可是这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观察？包括说，其实黄循财接上来说，其实我看了这个有一些就新加坡的报道说，其实有包括几个挑战，包括说他对内要怎么让这个族群和谐。其实新加坡也是有一定的族群问题，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还有一些可能对于这个政治。更开放、更开明的诉求，就是大家对新加坡印象就是一个叫做集权式的民主，或讲以前政治学上叫父权式的民主。老师，你怎么看这部分？他有可能会去回应到，就是整个可能现在越来越年轻新加坡社会对这个改革的诉求吗？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常常说新加坡族群和谐，对，可是每次一到政治上来讲，就说哦，其实我有族群问题。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是随时我想让他出来就出来？那我说他没有事就没有事，对，所以说
族群问题可以看得出他对这种舆论的那其实是控制我要怎么决定你。那族群问题其实哪里都有，对好，并不是只有新加坡有。那新加坡前几年其实它一直持续不断的问题，就是它进口了很多人，它让很多人还不见得是移民，有些人就是过来工作赚钱，那压迫到本地人，那压迫到本地人的工作机会之后，接下来下一件事，当然那是你要造成其他问题，那不是只有经济问题了，当然就有族群问题。其实然后政府在跟大家讲，不可以有族群问题。好，因为我们需要族群和谐，所以这里面其实关键点都在对公共政策的决定。对，好，那还有说大家对意见的表达。那所以再讲下去的话，就是说你接下来的这位新的这个领导人，还要像以前一样那样子没有事就去告人家，好，告到你倾家荡产。告到让你这个不敢再来说错话，或者是再来把人家一个连转寄的一个新闻都要说人家这是假新闻，是不是言论自由的开放？其实就是言论自由。我想，因为言论自由牵涉到接下来政治有多开放，接下来也牵涉到这位这个很喜欢在网络上很有名声的这位领导人，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 match 这个开放的形象。对，因为这是年轻人喜欢的，那年轻人也喜欢表达意见。那你现在看起来是开明的。那接下来能不能开明？所以这也是对他来讲，也是一种他自己塑造的这个形象，对他的本身也是一个包袱。对你已经塑造了这个形象，那你已经告诉他我很亲民。那既然你亲民，那我们就继续下去。但是当然你要放松言论，放松这些限制，当然会有其他的代价。是。那最后我们想就来看一下，就新加坡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很多人都从这个大环境来看哦，因为它刚好就是一个人家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符凑点，刚好在那个位置上，然后又面对了这个美中大环境的竞争下，那你觉得黄循财接下来要怎么样子带领这个国家？他所面对这种严峻挑战是以前没有碰过吗？还是说只是他刚好而已？其实新加坡一直在这个环境底下，那大概在1990年之前，他比较不要遇到太多所谓的中国问题。当然他会一直说我建国的时候，国内有很多共产党，当然那历史上那有点制造出来的。对。可是现在其实不是只有新加坡啊，每个国家都要遇到中美的问题啊，不是只有新加坡，欧洲啊各个地方，包括在台湾嘛。那对于这个刚上来，然后还没有建立属于自己威望的领导人来讲，我想很正常，他会先把过去的人讲的话再先重复一次。是好，那看立场都没变了，但立场不会变，也暂时也不好变。那我想他会把这些已经说我们支持一个中国，那我们在两边一定是采取中立态度，但是这个话谁都会说，但是最重要的是一旦冲突的时候怎么办？新加坡是一个靠贸易的地方，那一靠贸易的地方，其实就很大一部分就是水运。那他在这个在水运上，在海权上，那你说到最后会做什么样的决定？我觉得是蛮显而易见的。是，老师，那你觉得你怎么展望？就接下来这一年来到选举之间的新加坡这个内阁，你会怎么看待？新加坡人常说没变啊。那大概我想，因为一开始你看这个内阁的这个结构，你也不太容易有什么剧烈的变动，是因为开会的时候原来的人基本上都在。我想也不会，我觉得对这个黄循财来讲，不要有大事就好了。比方说再来一次什么国际上或哪里牵涉过来的意外，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去，能够保持这61%，好，那就是最好。那再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来的话，那这个内阁到最后是不是谁真正的做决定，或者是意见上、权力上怎么分配，那可能就会影响他的。因为无论如何，最后他都得背，因为他已经上了这个位置了。还有就是说，这个刚刚我们前面说，就是说他这个开明形象还能维持多久？对，说不定1-2年之间，对，是。好，老师谢谢。好，谢谢。